创立于1909年的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已经有113年的历史，主要负责反恐、反间谍活动等。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军情五处逐渐将矛头转向了中国。2010年，英国军情五处就曾出台秘密报告，声称中国对于英国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2020年3月，当新任处长肯·麦卡勒姆上台以后，屡屡发生渲染中国威胁论，甚至诬告一名英籍华人律师给中国政府办事儿。那么，英国军情五处的指责存在哪些漏洞？此次造谣究竟是为了什么？背后又是否有推手呢？来洞察关键。日前，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向英国议会发出警告，声称华人律师克里斯蒂纳里代表中国在英国从事政治干预活动，包括捐款给英国政党及议员，试图秘密渗透到英国议会干预政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月14号回应称，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我们没有必要也不会从事所谓的干预活动。个别人可能是007电影看多了，产生过多不必要的联想。此次被军情五处指认为间谍的律师克里斯蒂纳里，中文名叫李珍居，他于1974年出生在香港新界，11岁时随父母移民英国，早已加入英国国籍。由于学生时期常因华人面孔遭到同学歧视，李珍居决定走上律师之路，并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所。在李珍居看来，华人虽是英国第3大民族，却是在英国社会中最没有影响力的群体。因此，他在2006年发起成立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希望提高华人公民意识，鼓励华人积极参政，确保华人的声音得到英国社会重视，让政治成为华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再是一个沉默的群体。李珍居因为对英国华人社区的杰出贡献，在2019年1月31号获得了英国首相办公室颁发的表彰杰出个人志愿者的光点奖。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祝贺信中向李珍居表示，你应该为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在促进英中社区的参与、理解和合作方面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也祝愿你的付出能够进一步促进在英华人融入及参与英国政治体系。不过，在军情五处的调查中，曾被2任首相点赞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却变成了污点。目前，英国华人参政计划所获的光点奖也被撤销。除了英国华人参政计划，据英国卫报报道，所谓的证据还有李珍居曾在2013年向自由民主党捐赠5000英镑政治现金，以及向工党及其议员加德纳共捐赠的584177英镑政治现金。我们用那种说法，就是3年河东3年河西。想一下子，当时卡梅伦时期，特别是卡梅伦执政的中后期，他是非常务实的，因为他考虑到英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他需要开拓海外的市场。这个时候，他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对英国非常重要。在煤的初期，这些东西还是可控的，还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元逊时期确实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英籍华人。姓李的这位律师的遭遇，确实能够反映中英关系发生的一种大的变化吧。实际上，加德纳与李珍居相识已久，并在推动华人参政议政上有过合作。2012年7月18号，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举行筹款活动，这是该项目第1次为运营经费筹款，目标是要为2015年华人参加大选做准备。当时，加德纳时任英国国会跨党派华人事务小组主席，他认为华人参政十分重要，希望这次筹款获得圆满的成果。但是，就在间谍说发生之后，加德纳赶紧撇清关系。他在1月13号声明称，他多年来一直向安全部门上报李珍居捐款情况，并在当时核实了来源。他还声称，安全部门向他保证，虽然他们已经确定李珍居提供了不当资金，但这与他办公室收到的任何资金都无关。值得注意的是，加德纳还将李珍居的政治现金视为一笔糟糕的投资，因为他多次批评中国。I think she must have felt it was a very poor investment if she did seek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it, because I have been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many, many occasions. 在英国现在的政界或者在英国的舆论里面，谁要是敢于批评中国，就会被视为是政治正确。如果你客观的说几句中国的所谓的好话吧，在他们看来，这是你就替中国说好话，然后那就要
问一问你是不是拿了中国方面的钱，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被收买。那么这个工党议员也会面临这样的压力，说他急于撇清跟这个律师的关系，相当于是他也要考虑他的这个政治前途。在此次事件中，多名英国议员跟风炒作中国威胁。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宣称，来自北京的挑战显然在增加。保守党议员和前任党魁邓肯·史密斯甚至呼吁将李珍居驱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图根哈特、邓肯·史密斯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华急先锋。在此次间谍说事件中，下议院议长林赛·霍伊尔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一开始，军情5处将警告信函发给了霍伊尔，随后霍伊尔就此向全体议员发送了电子邮件。紧接着，则是邓肯·史密斯积极将间谍说炒热。邓肯·史密斯也是议会里反对华为进入英国5G 网络的主要领头人，多次声称华为是一家由国家控制的公司。在英国政府对华为5G 释放善意之时，他频频从中阻挠，声称英国安全官员对华为的判断让英国站到了与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盟友的对立面。同时，他对中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新核电站也有不同看法，并敦促英国政府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军情5处在没有拿出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抹黑华人律师，不免让人怀疑其真正动机。现任军情5处处长肯·麦卡勒姆是军情5处第18位总干事。他上任不到2年，却处处针对中国。他在2020年3月被任命为军情5处处长时就宣称，在2020年，军情5处和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他国家的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各种威胁。他还在当年10月首次公开讲话时，将中国视为敌国，认为中国是英国的最大长期威胁。Which state will be shaping our world across the next decade, presenting big opportunities and big challenges for the UK? The answer is China. 据报道，麦卡勒姆今年40岁左右，外界无人知晓他的具体出生年月。英媒称，麦卡勒姆是军情5处历史上最年轻的掌门人。他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生成长，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数学系。麦卡勒姆担任特工已有25年，在职业生涯的前10年致力于处理北爱尔兰恐怖主义的相关事务，随后又专注于处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网络安全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正是麦卡勒姆在仕途上的伯乐。2012年，麦卡勒姆负责伦敦奥运会筹备期间的所有反恐调查和风险管理。他精通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作中也显得很是卖力，这给时任伦敦市市长的约翰逊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军情5处此次操作不免让人怀疑背后的美国因素。实际上，约翰逊政府去年3月发布的《竞争时代中的全球英国报告》中就重申，英美关系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英国将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去年9月15号，澳英美宣布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 AUKUS， 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及情报。此举被认为在安全领域，美国走到哪，英国就跟到哪。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就曾发表题为“鹰派如何开始把控英国的对华战略”的文章。那高先生，您觉得在英国国内，这个控制对华政策的是哪些人？英国议会内最近这2年分别成立了一些对华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比方说中国研究小组这其中一些臭名昭著的一些议员他们这几年来还真没闲着上下其手炮制了许许多多污蔑造谣中国政治的相关的这种言论。当然我还特别想说的另外一股势力就是英国媒体所以呢你会看到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约翰逊本人一会儿说他是亲华派，一会儿又这个通过了这个反华的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举措。那你说约翰逊本人到底是亲华派还是反华派呢？其实我曾经表达过这个观点，他是什么派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英国的整个的国内政治和他的整个国内政治的氛围决定了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面一定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的。
那么英国的这些反华议员，他们对中国无端的这种抹黑啊、指责呀，会对英国民众的对华认知产生什么影响呢？从政治来讲的话，可能是有一批政界人物，他们自己对中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也许是比较负面的，然后他能够带动自己的团体，能够就是说影响一批人，他们能够就是说在影响到普通民众的话，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要存疑，打一个问号。民众对中国的很多看法，可能首先来自于媒体，其次呢来自于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越来越全面。在英国的社区或者在英国的社会的话，还是能够很体现那个积极向上的那一面。实际上，在去年3月，约翰逊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竞争时代中的全球英国》的报告，重申了英美关系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呢，也表示说，英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那金女士，您觉得约翰逊政府他的对华政策趋于强硬，这背后美国的因素有多大？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这种外交重点。那么在这个重点里边，我们说就是英美的特殊关系。那么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其实英国更多的寄希望依赖美国去实现它的所谓的全球英国的抱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英国的印太倾斜也好，英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些表述也好，包括它的具体的政策选择，都能够看到它在试图加强或者说强化与美国的协调。因此，未来英国对华政策中，美国的影响，它应该是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呢，自从特朗普时期，约翰逊政府就以为能够通过反华议题来换取美国的一纸英美自贸协议。但是呢，协议至今还是遥遥无期。约翰逊政府应该怎么来处理它的对外关系，从而调整国内的经济问题？大家说到这个英美这个投资贸易协定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美国的考虑是非常的深远的。最近啊，美国试图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构建一个美国主导的全新的自由贸易的体系，但是呢，在这个问题当中，美国主要考虑的对象还真的不是英国，而恰恰是亚太地区。其实，在英国的对外贸易当中啊，欧盟的这个比重啊，占到了将近一半啊，所以说英国与欧盟解决不好双边贸易关系，英国怎么可能迎来它的经济复苏？拜登提出所谓中产阶级的外交，它更多的是一个保护主义的贸易议程。这就是说，在英美关系中，美国对英国的政策，它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那么我们反过来看，那么英美关系接下来英国应该遵照什么样的原则？那其实应该是英国人应该看到，如果把自己单一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不仅和这个英国的这种传统的外交政策的原则不相一致，也和英国今天的现实利益追求有矛盾。英国更应该秉持这种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这种原则去处理国际关系。今年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在美国的干预之下呢，首相宝座正在摇摇欲坠的约翰逊会否选择加码对华强硬？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包括澳大利亚、美国或甚至加拿大，可能都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持负面的一些看法，或者采取一些负面的举动。在英国的话，对华的外交，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外交的话，有可能是让步于其他的一些优选项，比如说他们更多的是看内政。另外一个就是在英国接下来长期的一个时间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英国是准备好了重返亚洲。这里头我相信英国可能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探索自己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去中国。中英务实合作的一面其实一直这个态势没有变。2021年可以说中英的贸易一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态势，24.7% 的这种增长。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中英在很多的这种有着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你包括这个气候变化，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抗疫的合作，就是涉及到全球共同的挑战。
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双方的这种共同的利益也在增加，所以整体上看呢，对中伊关系的判断，我们用一句话，不为浮云遮望眼。